常听说娘娘最得皇上宠幸，不想娘娘竟是这样随和，难怪皇上喜欢你。福晋这样夸奖，叫我如何感当？在《甄嬛传》中，敦亲王福晋第一次与甄嬛说话，是在甄嬛的生日宴上。正是这一面之缘，让两人结下了更深的缘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这之后，甄嬛小产失宠，敦亲王福晋还曾登门拜访过甄嬛，两人也因此有过一场谈话。而这场谈话可谓是对敦亲王一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今天让我们来扒一扒其中的细节。看过《甄嬛传》的观众都知道，致使甄嬛小产的导火索是翊坤宫罚跪，但四大爷却没有重罚华妃，于是甄嬛对四大爷心生怨念。世子之痛，或许会随着时间淡去，可念非日日在眼前，臣妾怎能安然度日？甄嬛心里不痛快，就导致了四大爷每次来碎玉轩都得不到甄嬛的好脸色。几次下来，四大爷就对甄嬛失去了耐心。婉嫔，你性子太倔强，朕念你失子不久，不和你计较，你自己好好静一静吧。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，四大爷都没有再来碎玉轩看望过甄嬛。这样一来，甄嬛相当于是失了宠，失去了孩子，又失去了丈夫的宠爱，这让甄嬛心里更加郁郁寡欢。小主，你什么都不吃，好歹也吃点什么吧。就在这个档口，敦亲王福晋来了。娘娘，敦亲王福晋来了。那么甄嬛对此又是什么反应呢？我不过和他一面之缘，他何必要来看望我？这么个生病又失宠的嫔妃，你且去毁掉他吧。大家认为甄嬛为什么不想见敦亲王福晋呢？实在是因为甄嬛的心境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全然不复她与敦亲王福晋初相见时的意气风发。不过这也难怪，毕竟对于嫔妃而言，无宠就是低贱。这不，甄嬛自从失了宠，连比她位分低的富察贵人都敢欺负到她的头上来。婉嫔妹妹留步，妹妹的气色好多了，可见安贵人与妹妹姐妹情深，她能一边得宠，你的气色也好多了呀。富察贵人这话可以说是相当的阴阳怪气，因为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，自从甄嬛小产以后，安小鸟就忙着争宠，根本没有功夫关心经历失子之痛的甄嬛。而富察贵人此时偏偏说他俩是姐妹情深，其中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。所以甄嬛不想与富察贵人多费口舌，便要借着给太后请安的由头离开。妹妹还要去向太后问安，先走一步了。不想富察贵人却拦住了她的去路。婉嫔妹妹真是贵人事忙啊，见不着皇上，见见太后也是好的，可真是孝顺啊。姐姐我可就比不上了。富察贵人故意提起甄嬛见不着四大爷，无异于往甄嬛的伤口上撒盐，这令甄嬛感到既不悦又疑惑。我与姐姐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何故今日这样，字字讥讽不肯放过？从甄嬛的这句话中，我们可以知道，甄嬛与富察贵人并未结仇，而富察贵人却落井下石，可见世态炎凉，人心凉薄。所以甄嬛担心敦亲王福晋跟富察贵人一样，是借关怀之名行挖苦之实。不过还没等小允子回绝敦亲王福晋，敦亲王福晋就自己闯了进来。近日原是去给太后请安的，又去拜见了皇后娘娘，不想听说娘娘身子不适，所以特地前来拜访。虽然敦亲王福晋只说他是顺路过来看一看，但甄嬛仍是心怀戒备。叫福晋见笑了，病中本不该见人的，不想福晋却来了，真是失仪了。从甄嬛的这句话中，我们不难看出来，甄嬛非常不愿意让敦亲王福晋瞧见她这副落魄样子。毕竟两人初相见时，敦亲王福晋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现在京中以焦梨妆为美，一是可以效仿娘娘的美貌，二是以此求夫妻和顺，这可是一段佳话呀。昔日敦亲王福晋拿甄嬛当作榜样，而现在甄嬛却落到这步田地，所以甄嬛实在是修见故人。果然甄嬛汗颜的没错，敦亲王福晋确实联想到了甄嬛以前得宠的盛世，从而发出一番感慨：不想才3、4个月的时间，娘娘就……好在敦亲王福晋还算有眼色，知道甄嬛伤心，就及时打住了话头，随后又拿出一盒人参赐予甄嬛。妾身这次前来拜访，特地带来一盒人参，希望娘娘可以收下，
不养身体。通过这盒人参，我们可以知道敦亲王福晋此番探望甄嬛，绝不是他自己说的顺路看看，因为人参是名贵药材。敦亲王福晋如果一开始没想探望甄嬛，为什么要随身带着这个？而既然带了，为何又不进献给太后？难道甄嬛比太后还重要？只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敦亲王福晋此番是特意来看望甄嬛的。不仅如此，送完人参以后，敦亲王福晋还担心甄嬛心有忌讳，于是又补充说：妾身知道王爷脾气向来不好，若有得罪娘娘的地方，要是娘娘心里有忌讳，但凡扔了也无妨。敦亲王福晋这样周到体贴，彻底打消了甄嬛的戒心。甄嬛很是感动。我病了这么些日子，不想却还是他还肯来看我。所以等敦亲王福晋离开以后，锦汐询问是否要扔掉人参时，甄嬛是这么回答的：他父亲虽与我们不睦，但这人参也是他一番美意。你且送去给温太医，看看太医院用不用得到。甄嬛的这句话表明敦亲王福晋的善意，他已经心领神会。而看过《甄嬛传》的我们都知道，甄嬛复宠之后曾建议四大爷，若说安抚，敦亲王与福晋早已是赏无可赏的富贵，家无可嘉的贵重了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看来也只有在他们子女身上下功夫了。甄嬛话里的意思再清晰不过，于是四大爷心中了然。敦亲王福晋生有一子一女，长女为庆城郡主，朕有意破例封她为和硕公主，为同嫔妃所生之女，然后再封敦亲王之子为备子，以成父业。其实四大爷这番安排已经非常妥当，不想甄嬛却有更完善的办法。皇上英明，事事思虑周全。不过臣妾以为，不仅要封公主，连封号也要改，就拟定“恭定”二字，也好时时提醒他父亲恭敬、安定，并且公主还要教养于宫中，由太后抚养。将来若有不测，也好暂时挟制敦亲王。看到这儿，有不少观众骂甄嬛恩将仇报，毕竟敦亲王福晋曾对甄嬛有雪中送炭之恩，而甄嬛为了讨好四大爷，居然建议将恩人的女儿送到宫中当人质。那么甄嬛的这种行为真的是恩将仇报吗？我认为不然。甄嬛这样做尽管更多的是为四大爷考虑，不假，但同时这个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敦亲王福晋的女儿，因为日后一旦敦亲王落难，少不了要牵连家人，就如年羹尧一样。朕念星海之功，不忍加急险，赐年羹尧自尽，年复问斩。诸子年15以上，结束级编。而敦亲王福晋的女儿若由太后抚养，将有极大机会独善其身。所以从长远来看，敦亲王福晋的善举还是有利于敦亲王的子嗣存活。不得不感叹，敦亲王虽然短视鲁莽，可胜在有一个如此贤良的福晋。所谓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，大概就是这样。